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甘肃，今天到这个著名的甘家秘境去玩一下，开车马上就到了。这边呢是甘家大草原，这上面好多的羊啊。这里主要有这么几个景点，我主要去白石崖寺，还有芭蕉古城，然后后面那个就是白石崖。八角城遗址啊，前面就是芭蕉古城了。这里有个停车场啊。然后呢，爬到这个上面去看风景，上面是观景台，好高啊，又是3000多米的海拔，爬楼梯，这附近好荒凉的感觉。哎呀，终于爬到观景台了，在这里看风景，看看对面的这个八角城，顾名思义，它有8个角。我们看这个是它的城墙。当地的藏民住在这里面，这个其实是十字架的形状，只不过里面是空的。这个地方的环境特别恶劣啊！我们看它后面那一大片的山，那都是不毛之地，一棵树都没有长，连草都很少，别说长树了。看看它四周围的环境，一大片的荒漠，对面呢是白石崖，而且就像是被刀劈了一样。有断层的，这个连绵了15公里啊，这个白石崖。再转到这边，也是非常的荒凉。这个古城就建在这个荒凉的高原上。它当初啊是一个军事城堡，它之所以建成这个样子，是具有这个军事上的考量的。这个古城的位置比较重要，它处于甘肃、青海和西藏的交界地方。所以在古代它是军事防御重镇。它是谁建立的？据考证呢，是西夏王朝建立的这个八角城，距今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据说这个古城在唐宋时期比较繁华，元明清时期就没落了，渐渐的就没有人居住了，一直到民国时期啊，才又有当地的藏民搬进去住了。到现在呢，里面还是一个村庄，一会儿我下去转一转。这个八角城它有一个特点，大家仔细看啊，城墙里面有好多的树木。大家再往这个城墙外面看，这么大一片地方，一棵树都没有。你走吧，再往这边转，一个树你都看不到，非常神奇。这个树啊，就是城里面的藏民们种的，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缺水。我们看那个城墙那个位置啊，有一条很小的河流流下来，河流流过的地方才有绿色，河流没有流过的地方全都是荒漠啊。河流弯弯曲曲的流到那边去了，然后这边有很多绿色的，这个是当地藏民种的青稞之类的东西啊，正有人在地里面干活呢。然后这个城墙外面其实是有一圈护城河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干涸了。这个地方这么缺水，他还把水引到护城河里面去，真是太浪费水资源了。生活在这边的人真的是太艰苦了，连青菜都种不了，只能种些青稞，连树都种不活几棵呀。天天这个风沙这么大，风也特别大啊，感觉要把我帽子吹飞了，像是无人区一样啊，太艰苦了。再看一下芭蕉古城背后的这个白石崖，感觉就像是让人拿刀劈开了一样，突然之间出现这个悬崖了。这个是断层，绵延了15公里呢。它只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。一会儿呢，我就开车从这里进去，到这个峡谷里面走一走，看看那里面的风景。然后我们再看看这边的地里面，好像也长了很多草。这是什么草呢？这个很顽强呀，生活下来了。这么干旱缺水的高原地区，生命力很顽强啊。对了，这个古城的后面呢，还有一座寺庙呢，被这个山挡住了。那个地方出了好多大师呢，莲花生大师、宗喀巴大师，好多人在那边修行过。现在呢，我就走到这个古城里面去转一转。
从观景台下来了。现在呢，我走在这个护城河里边，我准备到对面的城墙上去，爬上去看一看。那都是土夯的城墙啊！哇，这护城河里面还有好多绿草呢。这边拴了一匹马在吃草。我顺着这边走上去啊，看看都是这样的草。这是什么品种的草呢？这长得跟刺似的，好扎手啊！从这里就能爬上去。哎呀，好累呀！哎，哇塞，爬到城墙上了。看，这就是城墙里面的情况。哇，当地藏民住的房间啊！哇，这家正在盖房子呢，你看，住了不少人呢。这里面还是挺繁华的呀。看这里种的好多树，这个是杨树吧？顺着这个墙头啊，还可以走过去。嘿，哈哈哈哈哈！看看这个城墙都是用什么做的？用泥巴和这些石块制成的。现在已经好多地方都断了。然后这边好多人家养了牛啊、羊啊什么的。村里面也通了公路了，柏油路。住的多少户人呢？好像是70多户吧。住在这城里面还好一点，最起码这些城墙能把这边的风挡一挡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上面没有树，也没有什么挡的，这风很大的。对了，再解释一下，它这个城呢，为什么建成8个角，而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呢？因为它就要保证这个城墙上的士兵往下射箭的时候啊，没有死角，无任何的死角啊，让敌人无处可藏。然后那边呢，有好多藏民在种青稞呢，我过去看一看。你好，你们种的什么呀？种的青稞吗？是不是青稞？啊？听不懂。这里有铁丝网拦着呢，进不去的。没听懂他说种的啥。快到这个山脚下了，哇塞，满满的压迫感呐！它这个就叫白石崖寺呢。跟拉卜楞寺很像啊，最外面一圈呢也都是转经长廊，只有2个当地人在转呢。这边也是一圈，但是没有人转，因为这里更偏僻嘛，所以他来的人更少。哇，走进这里呀，看这个压迫感，大家能感觉出来吗？这个大山黑乎乎的啊，不毛之地。现在开车到了峡谷入口了，一会儿从这里进去看一看。哇，这边的山是真高啊！我们看那里啊，那个半山腰上好多山羊啊，我还看到有个人上去在那儿放羊呢。然后那边我们看有好多那个鸟在那里飞，那里估计是一个天葬台呀。峡谷里面有一个步栈道，可以沿着往里走。进来的时候收40块钱啊，门口有人守着呢。然后这里有一条河流，峡谷里面看好多的草和树啊，这里还有一点生机的感觉。然后这里是很多转经筒，转经筒是用水流冲着它转呢，看那个转得很快。这边有当地人在取水呢。走近了看一下这个转经筒是怎么转的。这里被引了2个水流下来，你看这个桶的下面它有一个这个东西转盘，水流上去以后就开始转了。哎呀，太聪明了！那个也是，看看这个大的，看清楚了吧？它这个木栈道呀，通向那个溶洞了，穿过这个小门。看，那里就是溶洞。哇塞，这峡谷里面也没个人啊，又一个人包场了，不会吧？这里还有人住的呢。
我就在洞口看一看吧。啊，洞口有灯，哇，黑漆漆一片呐。有人吗？有个小佛塔，那里面是有灯的。哇塞，这个洞好恐怖呀！我不敢往里走了。据说里面那个特别的深，能通到青海去。啊，里面还有好多这个天然的佛像，说是。看这个洞的上面啊，黑乎乎的，这应该是有人在这生火，熏黑了。这是洞口。哎呀，我去，我出去吧，40块钱就这样花了。这个洞口距下面30米，要不往那里面走一走看看吧。哎呀，这个山很像是扎尕那那边的山呐，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在贵州的时候走了好多这个地下溶洞，那里面简直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世界。这个没有人我不敢走啊，有没有人胆儿大的敢往里走？我走下来了，从这里看看那个洞口，然后它就在这个山的半山腰。哇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发现的那个洞呢。我往这峡谷里走一走吧。看，我已经从峡谷的入口走进来这么深的距离了。这边有好多羊在吃草。峡谷里面还特别的深，然后他们藏民一家进去赶他们家的羊去了，羊在里面吃草。然后我刚才跟他们聊了一下，他们父母住在峡谷里面，再往里走半个小时左右会有一个草坪啊。我就不往里走了，现在也开始下雨了，我赶紧出去吧。这个峡谷里面一个人也没有，一会儿天黑了就不好弄了。这边的路上全都是这些碎石头，都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，还是有点危险呢。这个石头随时，哎呀我操，这个石头随时会滚落下来。你看那个岩石好滑呀，这个路。这峡谷里面因为有河流，所以长了好多的树，跟外面的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呀。没想到呀，这里还有一个人把摩托车也骑进来了，厉害了啊！这种路上骑摩托车。甘南秘境就转完了。这个地方怎么说呢？如果你喜欢这种荒凉感，想领略这种天地之广阔的感觉，可以来这里玩啊！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著名的朗木寺，今天要开车去甘南的拉卜楞寺了。一路上会经过很多美景，比如说嘎乃湖、桑科草原。这个视频就记录一下吧。现在我是早上9点多，在这个朗木寺啊，看看朗木寺这边早晨的景色。远处的大山都被笼罩在云雾当中，特别的美。我现在是站在宾馆的楼顶，从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面那个寺庙，哇，金碧辉煌的那个屋顶，非常壮观。那天我已经参观过，拍过视频了。那里面呢还有一个天葬台呢，那个我没有看啊，有点血腥。然后这个下面的村庄里住了好多的回族人啊，他们这边也有一个清真寺，这边又有回族，又有藏族，还有汉族，反正多民族一起住在这里，非常的和谐。来这个地方旅游一定要多穿一点。现在我要开车去拉卜楞寺啦，我的小车就停在院子里。好，现在下楼顶了。这是5楼的楼顶。哦，对面那个就是红狮崖，离得这么近啊。
头顶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，它从来不会放弃，照耀着我们行进。寒冬不经过这里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。走完苍老的石桥，感到潮湿的味道。翻过了青山，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，海风拂过椰树，吹散一路的风尘。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。到了一个吴纳湿地观测点，爬到那山上，我看看风景。这里全都是大草原，这个地方已经处于嘎海湖的边缘了，是一片湿地，海拔3000多。这个东西叫什么呀？这个好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个，好冷。马上就到观景台了，哦，到观景台了。哇，在这里看风景真是太辽阔了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祖国的大好河山啊，天地辽阔。在这边开车呀，这个道路特别的直，都不用打方向盘，一直走到头。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他们藏民祈福用的。刚才路过的那2个小村庄，看这条路一直延伸到远方啊！哇，看到这个景象，这个心胸都开阔了。哇，往那边看，有一大片的湖泊，那个就是嘎海湖，被誉为高原明珠。那个是甘肃甘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。嘎海湖它的汉语意思啊，就是牦牛走来走去的地方，在这里都能看到了，太棒了啊！就是有点冷，现在这个地方9度，还下着雨，刮着风。哦，又有人上来玩了，在这里看风景是真不错。这个雨越下越大了，现在到了嘎乃湖旁边了。从这里近距离的看一下，就是下雨的时候雾比较大呀，看不清楚。这个湖边有很多的木栈道可以走一下，但是现在没有开。这旁边都是湿地，有很多的鸟在这上面飞来飞去啊。这是黑颈鹤的保护地。前面到桑科草原还有53公里，到拉卜楞寺还有65公里。这里有个观景台，到这个土堆上面看看风景。现在已经进入夏河境内了。哇，这个观景台上有一个雕像，大象的背上站着一只猴子，猴子又顶着一个兔子，最上面又有一只鸟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应该是有所含义的吧。哇，这个栈道还挺长的，可以走到那边去呢。今天开了一天车，一直都是这个大草原。哎呀，这个路也不知道通到哪里去了。一大群牦牛，这个小朋友骑着马在放牛啊。你们家有多少头牦牛？130，100多呢。这小朋友骑着白马放牦牛呢。你几岁了？好样的。这边的草原上又有一大群羊，好多呀。这是什么品种的羊啊？远处就是牧民的帐篷啊，他们晚上就住在那草原上。
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甘肃的夏河县，身后这个就是著名的拉卜楞寺，藏传佛教格鲁派6大寺之一，也是《天下无贼》那个电影的取景地，很壮观吧，规模很大。今天带大家转一下这个寺庙啊。这个寺庙始建于康熙年间，到现在已经300多年历史了。从这里看一下它的地理环境，就处在这个山谷当中，四周围都是大山环抱。这里有一条河流流过啊，这个叫夏河，这个县也叫夏河县啊。整个县不大，寺庙就占了一半。这个地方海拔3000米，属于高原地区了。早晚温差比较大，天气很冷的。今天都6月4号了啊，端午节，我还穿着这个加绒的卫衣呢。我们来这里旅游的时候，最好先不要着急去寺庙里面逛啊，最好呢是能先到它对面这个山头上，这里是一个观景台，在这里先看一下它的全景，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以后，我们再下去一个一个寺庙去转啊。再说一下这个寺院的门票情况，它这个拉卜楞寺是由好多小的寺庙组成的，它是一个寺庙群。我们在这个外围转的时候啊，其实是不要钱的，还有这些小巷子直接就可以走进去。但是它这里面有一些重点的寺庙是另外收费的，收40块钱。然后寺庙这里呢有一个大金塔，这个金塔单门收费20块钱，因为它里面供奉的一个活佛的舍利子，然后它也是整个寺庙最高的建筑，可以走到这个塔的上面去看景的。另外就是这个地方停车呀非常方便，停在这里10块钱一天。你看现在是旅游淡季嘛，这么大的停车场都空的呢，我的车就停在那里。好，现在呢我就走下去啊，带大家去这个寺庙里转一转。穿过这条夏河，哇，看到对面那个大金塔了，走近了才发现确实很大了。在这里旅游可以租一个藏服来拍照。到大金塔门口了，先去这里面转一下吧。这边是入口，这门口呀好多磕头的人，非常虔诚啊，一磕就是好长时间呢。进来大金塔里面了，这个叫做供堂宝塔，我也走到那个上面去看景啊。这里面也有一圈转经筒。这个塔一共4层，我现在在第3层，这是最后一级台阶了，台阶很陡啊。哇，上来了。哇，在这上面转一圈，看看风景，一定要顺时针转圈啊。这里也是整个寺的制高点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寺院里的这些房子都是僧人和当地藏民住的地方啊。看看他们这个院子，哇，很有规划，很整齐啊。远处的寺庙也有那个金顶，但是这里寺庙有金顶的这个规模没有朗木寺大。朗木寺那里的寺庙全都是金顶，很壮观的。然后最中间这个佛塔上面有菩萨的雕像，然后再上面就上不去了啊。再回看一下，刚开始我就是站在那个山坡上往这个寺庙里看的。然后寺庙的门口呀有好多磕长头的人，都非常虔诚，一磕就是几个小时啊，都不带停的。这里有个小巷子，从这边就可以进去了。然后这个寺庙的最外面呀是一圈这个转经长廊，这个是全世界最长的这个长廊啊，3.5公里，转一圈要1个半小时。就从这里沿着走，一直转这个转经筒，转一圈就代表念一遍经文，积累功德的啊。我也跟着他们转一下。转经筒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就是一个白塔，然后再绕着这个白塔转一圈，跟五台山那个白塔很像啊。然后再转到那边去，围着这个寺的外面转一整圈。每到这个拐角的地方，
这里面有一个超大的转经筒，这个桶比别的桶都大。那边是西门，我从那里进来的，买了张票，40块钱啊。你看它这个呢都是开放式的街道，其实来这些地方转是不要钱的，不要门票的啊。这些呢都是他们僧人住的这些房子，还有当地藏民住的啊。最中间这里就是主干道，可以看到这边的街上非常的干净，连一个纸屑都没有。然后他们这个房子全都是规划的，这一排一排的，每一家的大小格局都是一样的啊。你看这个门头全都一样，白色的是民居，红色的是寺庙啊，分出这个区别了吧？买门票进来呀，要找到这个讲解员委派处，在这里登记一下，有这里的僧人带着一起进去到这个寺院里参观。拉卜楞寺可以在这里拍个照，然后我们这一拨人一起进去参观。先去这个医药馆里面参观啊，这里的规矩呢，就是在这外面可以拍照，一会儿进到里面就不能拍照了。这门打开了，一起进去。参观完了，这个外面也是有好多人在转圈呢。现在去下一个景点，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啊。在这里经常能看到很多僧人，他们穿着红色的袍子。这边写的参观一些须知啊，里面不能抽烟，不能拍照，不能触摸，不能大声喧哗，不要吐痰，不要在坐垫中行走。这是第二个景点。这个院子里面也是非常大，正中间有一个建筑，现在进这里面去。刚才那个佛寺里面供奉的一个超大的佛像，现在去这个里面，这又是另一个寺院，这里面也是供奉的一个好大的佛像啊。继续去下一个寺院，现在到了这个酥油花店了啊。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拍照，里面全都是用酥油画的各种画，进来看一下。这个是唯一师傅说可以拍照的啊。这些看到的全都是用酥油做成的，这个花呀、雕像啊、房子呀，全都是。反正就是这一圈儿，五颜六色的，蛮好看的。好，就是这样了。这个是酥油花店，旁边这个是文物馆。这个院子里啊，种的很多的丁香，这个就是丁香。他们僧人平时呢就住在这边的房子里面。博物馆看完了，里面有陨石，有象牙，有皇帝御赐的手杖，还有活佛们用过的生活用品，念珠之类的，还有一些佛像啊。现在又去下一个，最后参观的是这个经堂，参观完这里就结束了，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。他这个买票参观的都是这些佛堂、经堂，就是这一片儿。你看，就包括从那儿开始的，然后从这边转出来，这些里面都是供奉的佛像啊，还不错啊。转了这一圈，师傅讲的很详细，了解了这个藏传佛教的历史，还有拉卜楞寺的这个寺庙的历史，非常值。